国师该成家了。国师、夫人，这边请。夫君借用人家的力量，也须得让人家放心。我受伤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当真？真的。好吧。此番回京，皇帝定会论功行赏，秦博士当即首功。皇帝赏我，无非是加官进爵，倒是不知皇帝会赏国师些什么。如果赏给我家人和财帛，我要不要？皇帝还能赏给你什么？没有了。那你就要。啊，国师家里还有什么人？几个老仆和侍卫。有多少钱？每月俸禄勉强够用。没有妻儿吗？心存天理，何须人欲？我自求道。国师该成家了。3成，足足3成！派往前线历练的太学士子折损了足足3成，他们都是朕的栋梁之才，国家未来的中流砥柱，就因消息走漏，被逆贼害了，朕想杀人。知道这件事的，除了你和朕之外，都是一品大员。太子的几位老师，还有司徒、司空、国公，你觉得会是他们中的谁？臣不敢妄言。说，你怀疑谁？说。太子的几位老师大有嫌疑。顾爱卿，下去吧。是。回来。这次国师评判立了大功，你觉得朕应该赏赐给他什么？还能赏什么？国师他已经封无可封了呀！啊，陛下在试探我。不对，我以前是太子少保，是太子党的人。太子跟权臣天生不对付。回陛下，国师向来不贪恋权势，但就微臣所知，国师家中清贫，且尚未婚配，陛下可赏赐给国师美人和财帛。和朕想的一样，只怕他又像从前一样拒而不受。国师很聪明。你也不笨，下去吧。是。还有，不要总是招惹太学博士，你惹不起他的，他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。我是中年坐上这个位置，甚至还熬死了几个儿子。看来我的太子不想像我一样等得太久。年关将近，世子们都要休沐回乡了，你呢？我答应了婆婆和爷爷们回村过年。你要离开，回大虚了。
国师派人来还钱了。国师收到赏赐了。陛下厚赏万金，还特赐姻缘，将百名闺秀的画像送至府上。从金枝玉叶到绝色美人儿，老爷一个没选，唯独青睐那位织染令。次日便成了婚，与夫人游山玩水去了。织染令，你猜猜是谁？你见过的，你之前在漓江县救过他哦。是你的那位朋友，国师夫人竟然是他。是呀，我也觉得太巧太妙了。锦娘姐姐倾慕国师很久了，之前一听闻国师受伤，她便急着去大墟搜罗药材，如今竟真结为良缘，这怕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吧。大雪天跑去游山玩水，也对，雪连续下了10几日，从未见过太阳，有古怪。天上小玉京，仙人扶我顶。夫人，这个神秘的圣地出过一位真散人，他说小玉京有一些可能会改变我想法的东西。夫君可愿改变？小玉京，清幽山人。延康后学，拜谒前辈。真散人死在我的手中，山人为何还邀我前来？山人是仙，不是神。我们不干预世事，只记载世事。来我小玉京者，皆是仙人；离开，则与我小玉京无关。真散人如此，贤伉俪亦是如此。国师、夫人，这边请。仙和神如何区分？仙是人，神不是人。你的意思是，人无法成神，只能成仙？国师修到神桥境界时，在神藏看到了什么？一道断裂的神桥。我们曾经看过不知多少人的神藏，皆是这般。世人通往神明境界的桥梁断了，便再也无法成神。其实单论修为，我们完全可以与神齐比肩，但是境界却被断掉。许多年前，我也发现了此事，一直在搜寻解决之道。小玉京路径古今秘辛，可曾有过重连断桥的记载？有，不过小玉京也做不到，不能成神，才想着成仙，所以我们这些老叟才会隐居在小玉京。我们虽然自称为仙，但是大限一到，还是要魂归黄泉，免不了一死，只是在此图个清净罢了。500年有圣人出，我们也想看看今朝的圣人是否能够做到从前的圣人做不到的事情。敢问山人，书中反复提及的开皇纪、开皇国，是哪朝哪代？开皇是道门的说法，禅宗则称之为空寂哀皇。如来曾言成住坏空，乃生灭循环的4个阶段，空寂莫非是史上第4纪？不错，第4纪的开皇神国，现在的大墟。大墟？那时有一批人连上断裂的神桥，建造出一个鼎盛辉煌的开皇神国。后来上界的神祇降下大劫，开皇国灰飞烟灭。有人连上了神桥，这么说来，他们可以成神。不过这些人在现在已经很少了，他们被称为神之器皿，
就是大虚中的那些器皿？不，大虚中的器皿几乎没有人拥有完整的神桥神仓。我们小玉京的先人去查看过，延康国曾经接过神谕吧？神谕严禁器皿走出大虚，防备的并非是寻常大虚器皿，而是那些神桥完整的开皇国遗民。不错，而今那些遗民都居住在大虚的无忧乡之中。无忧乡，开皇国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何引来神奇降劫？国师将殿中史籍读一遍就会明白了。那场大劫，我小玉京称之为开皇劫。在开皇劫之前，还有3次劫难，而现在延康崛起，我们小玉京便称延康为延康纪。山人说延康国，你们称之为延康纪。那么，倘若延康覆灭，你们是否要称之为延康劫？夫人聪慧，那座宫殿是为延康节准备的。等延康国覆灭，便会整理出延康纪的历史，留给后人参阅。倘若国师还要按照原本的道路走下去，开皇国的劫难也会是延康国的劫难。夫君，小玉京的先人似乎来历有些特别，妾身猜测，他们会否是开皇国的后裔？有这个可能，他们没有恶意，无需揣测他们的心思。古为今见，开皇面对过的事情，延康也会面对。小玉京一行，令人叹惋。延康绝不能成为下一个大虚。前面就是延康的地界，降雪似乎被将士们收走了。但笼罩延康的这场大雪，源头依然还未找到。夫人，神魔不死，大道不止。夫君，这场荼毒延康的万里雪灾，就是出自阁下的手笔。附近的温度是不是越来越高了？怎么越来越热？要热死龙了！前面好像在冒热气，还在发光。那道光不同寻常，既非日辉，也非霞光，竟是从谷内逆天而上，气韵非凡。倒是和大虚的石像有些相似，每晚石像都会发出这样的光芒，驱散黑暗。难道这是神光？啊，神！还有股好重的血腥气。秦爱卿，你不是要带朕去寻国师吗？这究竟是什么地方？我叫弟子探听得知，这片山谷曾连降数日血雨，雨停后，笼罩延康的这片阴云便彻底消散了。神降下的阴云，岂会轻易收走？那血雨是何缘故？会是谁的血？国师又为何出现在此处？
处。龙胖，停下！绕剑士，这是国师布下的剑阵，他就在山谷里。国师，是我。龙胖，降落。公子，血腥味儿都是从那湖里传来的。这些湖水，不会都是血吧？神光似乎也是从血里冒出来的。莫非这是神血？都天魔王曾说过，神血主生，阳气旺盛。山谷中这么热，会不会就是因为有神血炙烤？啊！怎么可能？接连数日的血雨，降下的都是神血，谁能把谁伤成这样？真相如何，恐怕只有国师知道了。这里应当就是国师的居所。朕的国师，何至于落到这等田地？延康国的2大最强者，竟然都受了重伤。陛下，你脸上的伤……放心，都是假的。秦爱卿画上去，用来遮掩真容的。可为何我感应不到陛下的半分元气？如来和道主震碎了陛下的7大神藏，如今陛下亦与普通人无异。夫君也有伤在身，切勿乱了心神。国师的伤，内藏神光。神？这是神留下的伤，我根治不了，须得回村请药师爷爷出手。国师离开的这些日子，究竟发生了何事？我受人所邀，去小医京研读古今史籍。离开后，便想要去探查天灾来源，然后遇到了一尊神，手里拿着一个葫芦。天灾是从他的葫芦里放出来的。我与他交锋，并以命换命的姿态渐渐地逼退。他受伤了，我伤得更重，再加上内资有孕，于是便在这里住了些日子。神竟然现身了！神器上一次出现，还是将地碟赐给开国皇帝之时。国师，这位神从何而来？退走后又去了哪里？天上，我也不知，但想必有处神器聚居之地，哪怕暂时让这尊神退回去，只要延康不终止变法，未来也会有新的神器再次前来降灾。所以如来和道主才急于杀了朕，扶植太子登基，恢复旧制，从而彻底废除变法。不化解神威，根本止不住血。可是，要用什么才能对抗一尊神的力量？国师，外面那片湖可是神血？不错，是那尊神留下的。他很强，受了点皮外伤。有个法子，或许可以一试。亚爷爷锻造的剑丸，在天波城刻到魔神，
应该也可以用来导引神力。秦兄弟这是用剑来施展针法？以剑为引，将神气神通与神血相连，再用神血威能抵消神力，神医国手真是巧妙万分。引出神的这一击已是极限，其他神通我引不出来。国师万不可运转法力，一旦触发神威，便会爆体而亡。如今朕与国师，倒真是两个废人了。陛下，国师，接下来你们有何打算？是去大薛治伤，还是回京？去京城。太子篡夺皇位，势必要肃清所有潜在威胁。首当其冲的便是二皇子凌玉书。二皇子本就深得圣眷，素有贤名，在边关立下赫赫军功。他的胞妹七公主又与太后结为亲后，篡位者罪及正统未决，定会斩草除根。废弃怕是已经被软禁起来了。有母后在宫中坐镇，逆子还不敢妄下杀手，至少现在还不敢。这只是暂时的，一旦太子正式继位，他便可名正言顺地请太后颐养天年，再罗织罪名，逐一清晰有威胁的皇子公主，与他有过节的天策上将、泰山王、骠骑大将军、倒戈的顾离暖等旧臣。届时，倘若魏国公、于渊兄妹、霸山仍不肯臣服，亦会遭到血洗。回京之后，你的伤该如何？小都王傅元清也在京城，若他与秦教主联手，说不定能研制出治愈之法。国师和夫人要入京城，也得伪装一番才行。夫人可以扮成道人，我也可以。好吧。三位要加入天圣教吗？说是治不好伤，皇位也夺不回来，入我圣教还能养家糊口。秦教主，你这是趁火打劫呀！我要做，便做教主。朕也是。陛下做教主，我给你做帮手。陛下果真要做教主？这小子来真的。我若做了天魔教主，延康国岂不就是天魔教的了？陛下，这是烫手山芋，戒不得。又不给圣教干活，又想让圣教给你们卖命，哪有那么好的事？
夫君和陛下重任在肩，只能三思而行。不过秦兄弟与妾身有救命之恩，妾身自然是乐意入教的。不知道教主能给妾身安排个什么职务？夫人本在延康担任织染令，入教的话，不妨做绣堂的香主如何？好。夫君何必拒绝秦教主？这次回京，你与陛下有几成胜算？天下人支持变法，朝中文武大臣也有7、8成是我与陛下的人。入了京城，我便可以联络旧部，再加上九龙山脉中藏着的龙卫禁军，随时可以攻占京城。大雷鹰宗和道门，当真不会阻挠？是你能挡得住如来和道主，还是陛下挡得住他们？听说，京城的王公大臣家里，都住着几位禅师道人呢。两大圣地将你们的势力看得死死的，而今夫君所能借助的力量，就只有天圣教。夫君借用人家的力量，也须得让人家放心。天圣教还缺个天王，第4天王，我来做这个第4天王。但陛下绝不能与天圣教有所牵连。委屈国师了。陛下似乎对我天圣教有所误解，我们的理念……教主，我们该上路了。陛下是不能加入咱们天圣教的。